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李宁的闪击11。闪击一直都是李宁销量最好的系列之一，上一代的闪击10就是妥妥的后卫口粮鞋，舒适的包裹、舒适的中底，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棒。而这一次的闪击11在上市不久之后，直接降到了3开的价格，大家都会想，是不是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什么硬伤啊？所以一下就降了这么多。其实产品的2级市场售价跟实战性能的好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些非电商的鞋款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全都得看订货量。上一代的闪击10卖得这么好，在订货会上闪击11一定会被订爆，市场上面的货量大了，价格也自然就下来了。OK， 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过多去说了，我们还是来聊聊这双闪击11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在中底结构方面，这一次的闪击11做出了一定的革新，中底用了一副厚度不错的泵鞋垫，加上后跟额外一块马蹄形的泵。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 GCU 的大底，鞋面的编织方式也跟上一代差不多，基本上跟上一代保持了一致。重量表现也依旧优秀，单只42码的重量在345克左右，比上一代会稍微轻那么一点点。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它这一个撞色的大 logo 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它的美观。如果单论颜值的话，那上一代的闪击10我觉得会好看不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基础配置和外观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还是老样子，先看一下这一双鞋在抓地、抗扭以及稳定性方面的表现，看看这一双鞋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对于一双实战鞋的最基本要求。在大底方面，这一次的闪击11升级了全掌的 GCU 外底， GCU 一直以来都是抓地最好的保障，而且这一次闪击11用了这种点状式的纹路，点状式的纹路一般来说在抓地方面的表现就会非常出色，再加上 GCU 的加持，抓地更进一步。以往搭载 GCU 外底的篮球鞋在干净的场地上面确实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抓地表现，但是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了，那他们的抓地力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这一次的闪击11在大底用了这种点状式的纹路之后，能更好的把附着在纹路上面的灰尘给排出去，即使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也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我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几乎没有用手擦拭过鞋底，它的抓地表现真的非常顶，非常棒，不管什么场地，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比其他任何一双搭载 GCU 的篮球鞋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都要更为出色，真的非常棒。但是因为它的纹路相对来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偏浅，在耐磨方面的表现就要稍微差一些了。如果你想买这一双鞋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可能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它可能坚持不了太久。我手上的这一双鞋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过球，但是能明显看出来它在前掌的发力点位置处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磨损痕迹。虽然它的价格不算贵，但是我还是觉得室内的木地板会更加适合它去发挥。上一代的闪击10在中底的刚性方面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而这一次的11代在中底的抗扭元件上明显做了加强，中底的 TPU 件面积巨大，并且在足中部做了这样一个双层的结构，对于球鞋的抗扭转有着非常明显的加强效果，在防守滑步或者是对抗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并且这一块中底的 TPU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前插，自然弯折点也会非常的合理，并且没有任何的驾驭门槛，不管多大体重，不管脚底下是不是有力，这一双鞋你都可以轻松驾驭。而在稳定性方面，它的表现也依旧出色，较低的中底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都是它稳定性最好的保证，并且这一类抽拉式中底的篮球鞋在中底的形变方面本就有先天的优势，那这一系列加在一起，想不稳定都难。穿它打球的时候，脚底下非常安心，完全不会有任何不稳定的感觉。OK， 在基础3要素方面，它的表现非常不错，抓地出色，稳定性优秀，抗扭对于像我们这种篮球爱好者来说也完全够用，这又起码保证了它绝对是可以用来打球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在风格化上面的处理做得怎么样，看看这一双鞋会更加适合哪一类球员去进行选择。这一次闪击11的鞋楦，我觉得会比上一代的闪击10稍微要窄那么一点点，但依旧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宽脚的兄弟也不需要去担心。如果你觉得闪击10的鞋楦你穿着是舒服的，那你去
穿闪击11，大概率也会比较合适。这一次的闪击11跟上一代的闪击10在包裹方面的体验非常的相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舒适的包裹体验，它不会给你那种特别极致的包裹感受，但是双脚在鞋内就是不会有太多的多余空间。相比那一些死紧，我还是更喜欢这种恰到好处的包裹，不仅舒适度高，也不会有任何的异物感，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它也同样表现出色。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并且闪击11的侧向支撑也会比上一代表现得更好一些，略微收窄的鞋楦加上球鞋侧面的中底橡胶上翻，以及这一次用的这一副抽拉式鞋垫，在侧面有着一定的侧墙，用来提升球鞋的侧向支撑。而且这一代的鞋面编织密度也会比上一代稍微要高一些，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最主要的是，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它的整体强度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这一点我觉得是闪击11相比上一代提升最为明显的一个地方。至于它中底方面做出的改变，这种抽拉式的中底确实能够让它拥有更低的中底重心，中底非常的贴地，场地感非常棒，并且因为它的这一副泵鞋垫的厚度非常薄，行垫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反应性以及场地感，闪击11的表现都非常棒。但是后跟的双层泵并没有提供给我们出色的缓震表现。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脚感。所以这一次的闪击11其实依旧是一双更加适合小体重外线球员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当然这一种使用抽拉式鞋垫的篮球鞋，大家一定会比较担心这一双鞋在一体性方面会不会有问题。这一点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双鞋跟其他那些抽拉式鞋垫的篮球鞋其实不太一样，它除了这一副有一定厚度的鞋垫之外，它还是有着跟传统篮球鞋一样的中底框架，并不是拿掉鞋垫之后就直接是外底了。所以把这一副泵鞋垫嵌入它的中底框架之后，整一个中底的一体性还是比较高的。在实战的过程中，你完全感觉不出来这是一双抽拉式中底的篮球鞋，整一个中底的感觉是非常整的，完全不会有那种松散的感觉，并且中底的过渡做的也非常丝滑，不管是在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中底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层感，非常棒。但是由于中底的 TPU 键并没有延伸至前掌，所以中底在我们跑动或者是发力蹬地的时候，并不会提供给我们明显的推进感或者是滚动感。但是作为一双以跑量为主的外线口粮鞋，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样做可以让这一双鞋没有任何的驾驭门槛，谁都可以去穿，谁都可以去轻松的驾驭它，这一点对于它的销量也会有一定的加成，对吧？而作为一双李宁的篮球鞋，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一双鞋还会不会有内扣的问题存在。很遗憾的告诉大家，确实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过好在这一双鞋的前掌足够的贴地，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它确实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内扣，但是在穿它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并没有出现膝盖或者是脚踝方面的不适，内扣非常轻微，在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好吧？这一次的闪击11跟闪击10的整体体验其实非常接近，它们都有着舒适的包裹、轻质的重量、优秀的抓地，还有着不错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再加上它们现在都比较划算的价格，不管是上一代还是这一代，都是非常不错的小体重外线口粮鞋，它们在各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都没有特别惊艳的那种感觉。如果你问我10代和11代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究竟哪一双鞋会更加适合你，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出色的实战性能，我会推荐你去购买11代。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好看一些的外观，那可能10代会是你更好的选择。闪击11相比上一代，它有着更好的中底刚性，场地感也会比上一代更加出色，它的中底更加贴地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觉得两双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李宁只是把原来已经能够拿到80分左右的一双篮球鞋，拉到了大概83分左右的一个分数线。闪击11确实会有更好一些的实战体验，但是它们两者的差距并不会特别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